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配型的馄饨皮，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只钩织的小飞鼠，大大的眼睛，毛茸茸的身体。当它张开身体翱翔的时候，也很适合作为一个杯垫呢。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为了呈现它的毛茸茸特点，你可以选购类似这种质感的毛绒线。视频中的这种线都是3股的，像是这种短绒的或是长绒的都可以。钩针使用了 2.5 的钩针，其他的配件以及工具大家可以按照材料表上来准备。各种线材完成的尺寸有所不同，大家可以视情况调整身体的起针数以及行数。而为了可以看清楚针目，示范用的线我选择4股牛奶棉来演示。我们从身体开始，使用浅卡其色作为主色，左边起针，接着起30个锁针，起针数决定身体的宽度。30个锁针结束，第一圈返回，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每个针目1个短针，连续29个短针。第1个短针我放弃号扣，之后继续每个针目1个短针。虽然是钩玩偶，但是因为使用的是绒线，所以短针使用普通短针即可。而在主色的最后1个短针，在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我们引白色的线来挂线钩出，完成这个短针。这样我们就完成换色了。如果最后1个短针被拉长，记得将它收回原来的大小。接着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，我们从最后1个锁针开始，以白色往回钩，也是连续29个短针。我们将这些换线后的线头一并钩织3到4个针目，之后再将上一个颜色断线。而在白色的最后1个短针时，我们在这个短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又换回主色来完成这个短针。接着以主色的线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引拔的时候，将这些线头置于钩针上方，再进行引拔。我们将最后的引拔针收紧，这样这个织片就会一面是主色，一面是白色。接着第2圈，1个锁针作为短针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我们挑前半针钩织，同样每1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。我们一样将这些线头包着钩织几针，因为现在是主色，所以我们将主色的线头置于前方，再包着钩织，以避免露出白色的线。第1个短针放弃号扣，因为针目结构的关系，为了避免织片越来越歪斜，在主体后续的钩织当中，钩的时候都只挑前半针钩，可以减少歪斜的状况。之后每一圈同样都是连续主色的29个短针之后，再换成白色连续29个短针。换色的方式就如同第1圈，而钩织的圈数决定身体的长度，这个长度你也可以视需求调整。我一直钩到第25圈。而每一圈的结尾都是在白色的最后1个短针引主色来完成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再引拔到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
换色后的线头记得包着钩织几针，以避免脱落。我们按照之前所说的要点，一直钩织到第25圈。在最后一圈，将主色换成白色的线之后，在剪断主色的线时，我们留下主色约30公分的线头用来缝合。而最后一圈的最后一针白色短针就不用再换线，直接用白色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白色就可以断线，藏好线头。我们用所留的主色线头，将开口用卷线缝的方式缝合。缝合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接着是它的尾巴，使用主色环心起针。起针之后，第一圈一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6个短针，同样可以用普通短针。第一个短针放记号扣，以方便辨别它是第一针。6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，接着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收紧最后的引拔针，减少引拔痕迹。第二圈，同样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之后在每个针目都各加1针，也就是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。这一圈的第一个短针我仍然放记号扣，之后每个针目都各加1针，这一圈完成12个短针。第二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按照文字解一直钩织到第15圈。第16圈进行减针，一个锁针起立之后，我们以4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中画好的内容。第一针一个短针，接着一个减针。我的减针方式是一次挑起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合并钩织一个短针。接着又一个短针，这样是一组中括号的内容。中括号的内容重复6次，这一圈完成18个短针。我们按文字解钩织到第17圈。第17圈结束，断线，留2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接着是头部，以主色锁边起针，起2个锁针，接着返回，再倒数第2针，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，先以主色钩4个短针。第4个短针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换成白色，再以白色钩织3个短针，这个针目里一共钩织了7个短针。在钩织头部时，因为织片比较小，在每一次换线后都不做断线。接着白色的最后一个短针，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又换回主色，以它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之后我们会在这2个颜色的基础上拓展织片。第2圈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以主色连续4个加针，再以白色连续3个加针。这一圈一共完成14个针目，
记得换线后都不需要断线，可以包着这些线头钩织1到2针，以防脱落。织片背面所留的线段可以留长一点，以避免影响织物的形状。而每一圈的结尾最后一个短针，如同身体一样，引主色的线来完成这个短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再以主色的线引拔到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之后我们按文字解的颜色分配钩织头部。最后一圈的最后一个短针不需要换线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之后就可以断线。而我们将主色的线留20公分用来缝合。而在织物内部，这些所留的线段如果会影响织物的形状，我们可以从中将这些线剪断，并且在头部为它填入填充棉。接着是耳朵，以主色左边起针，起3个锁针，接着返回，从倒数第2个针目钩织1个引拔针，接着1个短针，最后引拔断线，完成一只耳朵。我们钩织2个这样的耳朵，接着我们进行缝合。我们将尾巴缝合在身体最后一圈的中央。缝合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而头部的部分像这样将2个颜色对折，缝合在身体基础行这一侧的中央。接着继续用线头在头部第5圈的颜色交界处，将线头在左右穿缝，为它拉出眼窝。我们可以继续将线头引到第5圈白色的中央，进行穿缝，使它的下颌处变平。我们将线头收紧，让眼窝凹陷的地方明显一点，最后再打个结并藏好线头，再将塑料眼睛粘在眼窝。我们将耳朵斜向缝在头部的第7圈到第8圈之间，距离眼睛约3个针目，注意两边耳朵的对称。接着我们以4股牛奶棉的肤色在头部2侧钩织它的脚。我们像这样横向挑起2个针目，再引肤色的线。引线之后钩织5个锁针。接着返回，从倒数第2个针目挑它背面的里衫，连续钩织3个短针。再引拔断线。我们将两端的线头打个结并藏好。我们以相同的方式为它钩织另一只前肢，而在后脚的部分则钩织在尾巴这一侧的2个转角，钩织方式与前肢是一样的。最后我们以粉色为它绣上鼻子嘴巴。这样这个萌萌的飞鼠就完成啦，用毛绒线钩出来的效果更加可爱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